Hello， 大家好。这一期我们来看这位维鲁斯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情况。他是走的哪一条路？不用看，他走的是单人路啊。这位绝活哥的话，维鲁斯这个英雄啊，首先他是中路、双人路他都可以去，自然人的他的上路也可以去。等刚币上来了以后，他上路就更理所当然了啊！而且这个版本对上单的整体经济加强了的话，其实对一些长手上单呢、是有好处的。因为如果你拉扯的好的话，上单的那个优势是可以很好的建立起来。亚索的话，姗姗来迟，刚从厕所里面出来是吧？这里的话，慢慢去拉扯对方，打到8下了，打了8个平而且有个点啊，这个版本的亚索确实很强，强的有点过分，你千万不要去跟亚索对撸，我跟你说，根本就撸不过。这里的话卡了一下。还有个点就是这里面你可以看到，它的出装是选择羊刀，然后搭配借弓，然后再做绿叉。绿叉的话是让自己一个更好的攻速和移动速度，然后后续是补这个卢安娜的飓风，然后打 AOE 伤害嘛，然后他要去把他的那个分叉出去的品类也是能打印记的，那样的话再靠 E 技能或者 Q 技能的话，很快的能把印记给打出来。还有这里面的话，为什么会选择做这个叫什么峡谷制造者？这里的话不要去贪他的兵线还好。这里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他最后一件还是做了峡谷制造者，为什么呢？都可以买告诉我为什么？其实并没有为什么，其实就是有个点哈，他攻速的话那些的话其实已经够了。如果做那个叫什么，那个叫什么破败之刃的话，其实问题不大。这里的话接一个 Q 收掉人头。做破败的话，其实打坦会更好一些，但他的这个更吃那个谁啊，就是那个峡谷制造者的一个被动，而且能造成一些真实伤害。这里开机跑，赶紧跑，还回头给他来一个印记，但是没想到嘲讽没有成功啊，嘲讽成功了，对方也复仇成功。这局我跟你说，这局就有的好看了，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局里面其实对面也是有高手的，他这种操作能打出这种操作的，其实对面也不差。对面是一个 Q 闪，所以反应不过来很正常。A 一下，把你兵线 A 了，你还回不回来？现在又回来，他还得他还想偷石头，把那个小石头给 A 了，你接大招没关系。有风了，直接贴近给大招，然后给烫死，小兵 A 死了应该是。好了，这里面开始了各种挑衅的味道，两边都是火药味十足。
A 满印记以后就直接给 E 技能就行了，或者给 Q， 有 Q 给 Q。但 E 技能的话，那个命中率会更高一些，而且不容易被躲。然后 E 技能的话也有减那个在那个范围内啊是有减治疗效果。这里面知道对方会交闪啊，故意留一个那个位置，这里想再拖一拖。哎，对方这样劈的话啊，跑不掉了。劈出来以后是有个减速效果。哦，那样的话，诺手，哦，应该是诺手是打上单的，然后亚索跑来上路，因为他发现不好打。亚索，说实话，现在的亚索回去中路也打不过狗头啊，他前期劣势太大了。哦，这边诺手狂吃这个塔。其实线上的话被抓了2次啊，优势也不是特别大。啊，又来，你没大招的还这么嚣张，那就直接秒。他还想打消耗呢，想啥呢？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去推线过河，因为很容易会被抓的。而且不确定对方永恩在哪些位置。这个诺手的话，应该是那种新的诺手的一种那个符文搭配哈，就是公里秘术和那个，因为公里秘术的话是能增加大招伤害啊，所以然后海克斯闪现也带的是海克斯闪现，所以现在这种诺手就是那种出去打一套。然后大招是必劈你，能把你劈死一个，能把你掉点他就不亏，能杀2个他血赚，能杀3个以收割比赛，就是这样子。等下一期有诺手的时候，我再跟大家讲一讲啊，新版本的诺手啊，这套就是他那套符文的带法有多离谱。只不过这里面可以看到，他这个诺手啊，脑子不太灵光，只有一股冲劲。第一波操作我觉得是挺细的了，后续操作我就觉得难以理解。有有，这里迎面就撞上这永恩，还好有狂风之力拉了一下，但这里的话，对面的那个 E 技能的被动啊，伤害很有点高，3-08300的经济，这局还没那么好赢呢，我看起来。中路也已经两边的1塔都没了，现在就看那个双人路的了。开始双人路打架打大乱斗是吧？说实话，这局本来如果不换线，那个亚索还没那么难受，可惜换了线，这简直就是炸天了。这里的话，一个闪现过来。先来了个1换2，但这个永恩的话一直追着这个维鲁斯绝活哥。人马的话，哦，躲掉他的大招，这个必须得跑了，伤害已经打不过了。维鲁斯还拉那个什么，人马还拉扯，现在好了，把对面的那个大哥给拉扯过来了。
好了，轮子妈过来，哦呦，闪现可以。没有这闪现啊，这轮子妈，哎呦，又躲过一劫。送一个人头给那个亚索，让他的人头值钱一些。这里给大招给辅助就可以了。然后集火的话，一定要去集火对方的那个金克斯。哎呦，这里面回城的话，圈子好像有点小。龙抢下来了，那第3条龙压力给到对面了。随时勾上来，这也敢勾上来，想啥呢？那这样的话，害得射手一起死。我发现这件装备其实就是羊刀这件装备啊，也还适合，蛮适合维鲁斯的。我一直觉得。反正就特效流的话，反正打印记啊这些的英雄都适合，我觉得维鲁斯确实，而且维鲁斯的印记伤害啊，特别是爆发啊那些什么的，所以他后面的话，他就算是做这个峡谷制造者，他一样能吃到很高的一个魔法伤害。这里闪现拉过来以后，没想到有个绕后的诺手啊，没办法。有血怒的必须得走，被挂上就跑不掉了。蚊子妈这样就手打了。哎呦，他第2件就做训刃了。这样轮子妈这么玩的嘛？这个大龙稳稳的拿下。对面诺手的话一直有拿大人头，所以经济一直不差。这里狂风之力上来，给个控制，但后续的伤害打不出来。对方的一个3角杀不成立呀，公式不对。马式3角杀的公式不对，偏了点。哎呦，这里还以为自己被勾了。亚索也不敢乱上，被吹起来。但有个点就是上单玩这种长手上单的话，熟练度得高，不高的话会被坦克啊，或者说意识战士确实会克得死死的。熟练度不高的话，也会被对面打野啊，就是针对，很容易针对。但如果玩得好的话，确实你能打破一个，就是说需上单的那个，就是说减少 C 位的一个输出的一个空间。好像能推高地，但一波的话，因为这个版本和上个版本一样，然后它的那个护盾呢，护盾有护盾的那个双抗比较高，那个塔
所以推塔的速度都是很慢的，减伤减了很多的，还是得等第2条大龙。只能说你第1条大龙能推完，就现在我感觉第1条大龙能推完对面3路高地就是最好的。之前是2路，现在是能推3路就已经很就很不错了，就已经算是做到完美。哇，对面，我天，一套，哇还要追，直接死。其实他那个闪都不用交了，也必死了的，因为印记的伤害已经打出来了。但没关系啊，那边投入那么多，这边的话龙魂也拿到了。这永恩就是开局嘲讽到他了是吧？然后他全程就逮着这个绝活哥来杀。这就是那种真实版的嘲讽技能。永恩大招跑了，这里的话先把亚索给趴了。但应该这局的话啊，稳稳的拿下了，没有后续了。好，第1局就到这了，后面还有2局，欢迎大家记得往下去看。